你打开抖音极速版，签到领金币；打开快手看视频赚现金；打开拼多多，天天领现金；打开美团看视频领红包；打开淘宝逛逛的红包；打开百度看新闻换现金。你打开任何一个 APP， 首先弹出来的不是功能，是一个来领钱的弹窗。你不是用户，你是矿工，每一个让你看视频领现金的按钮，背后都是一个正在从你眼睛里挖矿的商业系统。平台为什么要给你钱？因为你盯着屏幕的那1分钟值钱，比你买一件商品更值钱。算一笔账，你在抖音极速版看1小时视频，大约领到1.2块，时薪不到2块。同1小时，你的注意力被卖给广告主，价值大约8到12块。你不是来领现金的，你才是那笔现金。你以为薅羊毛，其实你在上班。你以为你在薅平台的羊毛，你每天花10分钟签到、看广告、做任务，拿到几毛钱到几块钱的奖励，你觉得你是在免费赚钱，反正也要刷手机，顺便领点钱不好吗？可真相是，你不仅没有薅到羊毛，你还多花了一部分你原本不会花的时间。平台的目标不是给你钱，是让你多待一会儿。你没有发现吗？自从开始领现金，你每天刷这个 APP 的时间至少增加了 20%。他用几分钱的成本买走了你20分钟的注意力，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按10倍的价格转卖给广告主。你不是用户，你是原材料。你不是在看视频领现金，你是在用注意力给平台打工。假设你每天花30分钟在各 APP 上领现金，一个月大约攒下50块。你用这50块点了一份外卖，配送费5块，忙活一个月净剩45，你的注意力无价，倒也不是真的无价，大概值50块。今天我们来解剖这个无处不在的看视频领现金模式，为什么所有平台都在抢你的注意力，以及这场注意力战争真正的赢家和输家。公众认知 vs 真实状况。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平台发钱还不好，反正本来就要刷视频，顺便领几毛钱，不拿白不拿嘛。这个想法普遍到什么程度？网上已经有专门的薅羊毛攻略了，教你怎么同时用6个 APP 领现金，怎么用脚本自动签到，搞得好像平台真有薅不完的羊毛等着你。但你不知道的这一面，2023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超过6000亿。这6000亿从哪里来？从广告主愿意为你的注意力支付的价格中来。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每一次下拉，都在被实时定价。你在抖音刷到一条广告，品牌方为这次曝光支付大约3到8分钱。你在拼多多看30秒视频，拼多多从广告主那里收到的钱大概是你领到的15到20倍。更关键的数据，所有看视频领现金的产品，抖音极速版、快手极速版、拼多多，他们的核心商业模式不是卖商品，而是卖广告。极速版 APP 的广告库存和处理能力是标准版的 1.5到2倍。为什么？因为愿意下载极速版的用户本身就是价格敏感型的，他们愿意为了几分钱多看点广告。你不是被送钱的对象，你是被选中来接受更多广告的目标用户。历史纵深，注意力定价的3次权力转移。第一阶段，1995到2005，注意力免费时代。互联网早期，所有内容都是免费的，门户网站靠横幅广告赚钱，但你根本不看横幅。那时候平台不知道你值多少钱，广告主也不确定投互联网有没有用。注意力没有被定价，你随便看，没人拿你当商品。第二阶段，2005到2015，注意力被悄悄定价。Google 的搜索广告和 Facebook 的信息流广告第一次实现了精准广告投放。你的搜索记录、浏览历史、点赞内容全部变成了广告定向投放的数据燃料。从这一刻起，你的注意力被悄无声息地纳入了一套定价系统。但你不知道，因为平台给你的东西在免费的名义下看起来依然是一笔好交易。第三阶段，2015到2025，注意力公开倒贴。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用户增长触到了天花板。平台从抢新用户转向了抢老用户的时长。怎么抢？直接给钱。看视频领现金模式全面铺开，你不是用户，你是计时工。平台的毛利率取决于给你的钱和把你的注意力卖出去的价格之间的差价。你赚的是辛苦钱，平台赚的是剪刀差。权力的终极转移。以前平台求你看广告，现在平台付钱逼你看广告，但定价权100%在平台手里。为什么全平台都在逼你看广告？那平台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不止一个原因，3个，一个比一个要命。先说最根本的，池子里的鱼就这么多了，中国能上网的人12亿，到头了。新用户没了，只能抢老用户的第2个小时。怎么抢？给钱。这还没完，广告位也在堆。你能看广告的时间就那么多，但平台造出来的广告位比你眼睛的产能多得多。广告价格一直在跌，平台必须想办法让广告被看到。怎么让你主动看？给钱。你充着几毛钱点进来，看完一条广告，平台就比你多赚了10几倍。
你看效率多高。雪上加霜的是，你可能也感觉到了，你不怎么买东西了，经济往下走，消费意愿也在往下走，直接让你掏钱，你扭头就走了。当然你看广告呢，你拒绝不了，看广告没有消费门槛，你不需要花钱，你只需要花时间，而时间是你唯一还没意识到值钱的资产。所以这笔账算下来，谁是赢家？平台肯定赢了。几分钱的成本锁住你的时长，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比这更划算的生意。广告主也赢了，以前广告打到不想看的人脸上，现在广告打到主动凑过来的人眼睛里。输家只有一个，你自己。你付出的不是几分钱的注意力，是更大的一笔隐性成本。你的时间被切得越来越碎，你的耐心越来越薄，你对不给我任何回报的信息越来越不感兴趣。一句话，你已经习惯了每看一套内容都得有人给你钱。当有一天你连吃饭不看视频都觉得亏了，恭喜你，你已经被这套系统驯化了。你现在打开任何一个 APP， 先领金币，再签到，再看广告，再做任务，再分享给好友，一套流程下来15分钟过去了。你以为你在赚钱，其实你只是在为那个 APP 完成每日活跃用户 KPI。 你不知道的是，产品经理的周报里写着，本季度通过金币激励市场 DAU 提升 23%， 人均时长提升 18%， 而你是那条被写在百分比里的数据。那怎么办？3条路。最简单的，把你手机里所有带极速版3个字的 APP 全删了。标准版不会天天弹窗让你领现金，极速版的本质不是更小的 APP， 是更多广告的 APP。如果嫌删 APP 太激进，那就做一道算术题，把你1小时真正的机会成本算出来。如果你1小时值50块，那花1小时看视频赚1块2，就是一笔赤裸裸的亏本买卖。最后这条可能反直觉，与其免费看广告赚几毛钱，不如花点钱买无广告体验，把注意力省下来。你的注意力值多少？5毛钱吗？5毛钱连你一顿饭的榨菜都不够。你的2个疑问我来拆给你看。这一，有人可能会说，反正我也要刷视频，顺便领点钱有什么不好？这不就是零成本薅羊毛吗？问题出在顺便这个词上。如果没有领现金，你每天刷这个 APP 的时间可能是45分钟，有了领现金，你变成了65分钟。那多出来的20分钟，你是顺便领钱，还是为了领钱多刷了？算法设计的目标就是让你多刷，领现金是钩子，不是赠品。你以为你在顺便领钱，实际上平台在顺便给你延长停留。至于2，那如果我真的非常穷，一天几毛钱也确实是有用的。我承认，对于极低收入群体，几毛钱确实有边际效用。但请注意，平台瞄准的不是真正极度贫困的人，那些人有更紧迫的生存问题。平台瞄准的是时间机会成本不高的普通用户。你1个月赚50块，代价是每天多刷20分钟手机，1年就是多刷了120个小时，相当于3个工作周。你花了3个工作周赚了600块，这个兼职的工资是每小时5块钱，你真的觉得值得吗？但在给你结论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各种 APP 的领现金上？1个月能攒多少钱？算一下你的时薪，然后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值不值？到底谁是买家，谁是商品？所以看视频领现金的终极讽刺是什么？在这个交易里，你觉得你赚了，平台也觉得他赚了，但你赚的是钱，几分钱，几块钱，小到你不屑于计算，刚好不够让你觉得不值，而平台赚的是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你的行为数据，你对这个 APP 的依赖。当平台用几块钱就从你这里买来了1个小时的停留，到底谁是买家，谁是商品？我有一个朋友手机上装了7个极速版 APP， 每天花2小时薅羊毛，月入大概60块，他管这叫被动收入。每天主动花2小时赚60块，这不叫被动收入，这叫时薪30块的被动式安慰。时薪30，不对，时薪3块。你以为你在看视频领现金，其实是你把自己的注意力按斤卖给了平台，平台转手按克卖给了广告商。你有没有哪个 APP 本来只想着进去领点钱，结果钱没领多少，1个小时没了，把他的名字打在评论区。OK， 这里是商业暗线，我们下期见。